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，达美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，由于夏季巴黎奥运会等重大活动，消费者行为发生意外变化，导致公司损失1亿美元。随着游客避开巴黎，航空公司收入减少，尽管预计奥运会将为当地经济带来巨额收益。下一条，2024年美国货运市场与2019年相似，均为过度刺激经济导致的低迷市场。当前市场容量增长规模空前。比照2019年 Outbound Tender Reject Index 预测今年市场走向存在隐患，但仍可作为参考。6.5% 的拒绝率表明市场正以缓慢线性速度收紧，存在加速运力退出和拒绝率飙升的风险。让我们关注雪佛龙面临收购 Hess 导致的不确定性，投资者可考虑分散投资以降低股票风险。小型股 Vitesse Energy 值得关注，其采用收购模式，投资于由其他较大型石油公司运营的油井，提供 8.7% 的收益率。让我们关注微软股价接近460美元，低于最近宣布拆分的 Broadcom 或 Nvidia 等股票的标称价格。作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中的30只股票之一，微软可能会拆分，因为道指是一个按价格加权的指数，高标称价格的股票对指数得分的影响不成比例。接下来这条，亚马逊推出其最新芯片 Graviton 4，比前一代快 35%， 内存带宽增加 75%， 是亚马逊迄今为止最强大、最节能的芯片。随着人工智能对半导体的需求飙升，亚马逊希望通过这款芯片在芯片市场占据更大份额，挑战市场领先者 Nvidia。 下面这条，达美航空股价下跌，因其公布的收益低于华尔街预期。达美航空首席执行官艾德·巴斯蒂安表示，虽然低价机票类别的市场疲软，但总体旅行需求仍然强劲。接下来，新兴市场估值极具吸引力，投资者兴趣上升，新兴市场表现强劲，成为全球第2或第3家资产类别。投资者寻求多元化收益、美元对冲和阿尔法收益。让我们关注特朗普集会发生枪击事件后，比特币上涨，引发人们猜测这一事件将增加他赢得总统选举的机会。让我们关注 SIM 卡交换是一种新型的身份盗窃形式，它超越了入侵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账户。犯罪分子会窃取你的电话号码，任何来电或短信都将发送给他们，而不是你。消费者用来保护财务账户访问安全的措施，例如双因素身份验证短信，现在可能帮助攻击者并阻挡账户所有者。让我们关注飓风博尔破坏了德克萨斯州农民的农作物，并使动物面临风险。由于停电和短缺，农民被迫相互依靠和利用社区资源来应对损失。受灾严重的还有小型农场，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极端天气条件的影响，而且气候变化预计会使这些条件恶化。接下来这条， RMS Titanic Inc. 开始探险泰坦尼克号沉船，使用先进技术拍摄详细图像。此次探险是为了纪念去年潜水艇灾难中遇难的研究主管。该团队将使用遥控车辆评估沉船状况和可安全回收的文物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中遭枪击，提高了他赢得白宫连任的几率。投资者预计押注其获胜的交易本周将增加。此次枪击事件可能是共和党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拜登将于11月5日举行的势均力敌的在对决的一个转折点。接下来，随着石油收入下降，沙特阿拉伯的经济转型面临巨大压力，预算连续6个季度赤字，促使沙特阿拉伯成为新兴市场中最大的国际债务发行国。接下来这条，英伟达是一家优秀的公司和股票，但目前其交易价格略高于华尔街2024年收益预期的50倍。对于愿意为高质量成长型股票支付溢价的许多投资者来说，这是可以接受的。但对于愿意承担一些短期风险的投资者来说，安森美半导体 NASDAQ ON 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原因如下。最后一条是，为刺激消费，零售商在夏季推出优惠活动，包括亚马逊 Prime Day、沃尔玛、塔吉特等竞争对手的折扣促销。这些折扣旨在吸引暑期、开学购物和夏季休闲用品的消费者。
以应对夏季消费低迷期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